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在下午的时候，官方发布了更新公告，国际服将会在3月25日前后更新。根据这一次的标题来看，就是复活节活动。下面的活动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如果根据以往的活动记录来看，这一次活动是联盟活动。要有邪乐也是回来了。要有邪乐之前的规则是有改变过的，我不懂这一次规则有没有在改，所以这个等活动出来之后我再跟大家讲。所以节日活动方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我们接着看下一页。又有全新的剧本了，雄兵兼程。这一次新的剧本有联盟哨战，那我看了联盟哨战的介绍了，我感觉有一点像沙场点兵。这个哨战要怎么操作，就是把你联盟旗帜转换变成联盟哨战，类似像联盟箭塔那样可以转换过去。而且这个哨战还有托管部队的功能，联盟盟主和官员可以使用托管部队进行集结和驻防。有玩过沙场点兵的观众会比较了解这一点，没有玩过的观众也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沙场点兵的介绍。在沙场点兵里面有一个建筑叫风沙堡垒，有一个职位叫将军，有职位的官员、将军或者是盟主都可以操作风沙堡垒里面的部队进行集结跟驻防。其实当初官方设计这个操作的时候我是支持的，但是因为沙场点兵的地图实在是太大，一直要跑来跑去，变成这个功能埋没在这张地图里面了。因为没有多少玩家肯愿意去选择沙场点兵，太麻烦了，所以他们就直接把这个功能搬出来放去新的地图里面。联盟旗帜护盾，其实这个也不算是新的东西，在11世纪剧本里面也是有这个功能，只要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你这个旗帜就会进入停战状态。在保护的时间里面，这个旗帜不能被进攻，但是有规定，当这个旗帜开启了保护状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进攻已经连接上的地方旗帜，也没有办法修建新的旗帜。有玩过那个剧本的观众会比较了解这一点。接着骑兵宝饰，那有玩过兵无常式剧本的观众都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穿在副将上面，把副将的属性转去你所选择的。不过我相信不少的玩家应该会被第一句给疑惑到，对应失落之地编年史章节结束后。有些人没有看到章节结束后，以为是失落之地结束后就会给你这个东西，这个变成永久性，并不是，只是你正在地图里面章节结束之后可以拿到这个东西，这个跟兵无常式是一样的。在 KVK 结束之后就会被回收，并不是永久性了。第4，资源技能。资源技能各位也知道是英雄战歌的东西，每一支部队可以带额外2个技能，但是后面有括弧写到集结与驻防部队携带不生效。这里所谓的集结跟驻防是指的是车头呢还是车身呢？假设车身不生效是很正常的，但是车头不生效的话，这一点就跟英雄战歌不一样了。第5，黑暗祭坛改版。占领了黑暗祭坛的军队部队可以获得荣誉值，不过这个改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其他的部队在黑暗祭坛的范围之内也是可以获得少量的荣誉值。其实官方的意图很明显了，就是想要玩家继续在战斗，在以往占领之后只能占领的联盟玩家可以获得荣誉值而已，其他玩家是没有办法获得的，所以他们会选择离开，不再继续打下去。但是当这个改版出现之后，玩家就会继续在里面战斗，有一点荣誉值总比没有还要来得更好。不过这个功能也只是在新的剧本才有而已，其他旧的剧本是没有的。所以新的剧本雄兵兼程就是这样子，我感觉就是其他地图的缝合怪而已。那其实官方今天的影片是已经公开了地图还有多少个阵营，但是今天的影片实在是太长了，我可能再分另外一个影片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图要怎样打，它的格局是怎样吧。就像刚刚我介绍那样，第一个就是沙场点兵，第211世纪，第3兵无常式，第4英雄战歌。它就只是把4个剧本的特色放进来，在新的地图里面就说是新的地图我开始怀疑策划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在之前官方有举办过一个活动，让玩家投稿自己的 KVK 想法，有什么剧本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就算他们拿玩家的一些想法来做地图的话，也不至于变成这样子。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为了减少开发成本因为开发新的东西需要用到大量的资源，可能会出现一些 bug 不稳定性，所以他们才用旧剧本里面拥有的东西放进来新的剧本，我不懂是不是这样子啦。那各位对新的剧本有什么看法呢？接着11世纪的相关优化。新增赛季规则，在失落之地采集基础资源，执政官所在联盟将会获得额外 20% 的联盟物资，联盟物资被储存于联盟战勋商店，执政官可使用战勋兑换联盟物资。这个东西在之前我有介绍过，但是我听到一些观众反馈说这个联盟物资其实有点不够用就是不够换的意思。
其实它是有规定每个玩家可以获得多少的量，但是官方当初应该是没有计算好，所以它的物资不够分，所以这里额外增加了 20% 的联盟物资。接着完善了以下规则显示，战斗中驻防队长兵力下降0时不会溃败回城，而是继续坚守驻地，直至脱离战斗状态后溃败回城。这一点可能有一些观众不是很了解，因为如果玩这个地图的话，其实它可以放预设部队，之前我也是有介绍过。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替换队长的话，是很难补进去的，所以他们就只能让队长就算兵数变成0的时候，依然还在里面驻防。那或许有一些玩家就会觉得，这样子很好啦，我们就不用一直换车头之类的。但是重点在于对方什么时候停下来，你也不知道。像这个规则改进之后，只要一停下来，车头就会回家。假设防守方来不及替换车头的话，旗帜就会被打爆。因为我在之前有听过玩家的反馈说，这个旗帜如果队长变成0之后，就算集结已经结束了，他依然还在里面，所以官方才会更改了这一点。还有在失落之地里面击杀其他阵营的部队可以获得战勋，在 KVK 结束之后，战勋将会被回收。虽然这里官方有改进一些东西，但是我听说11世纪这个剧本其实问题还蛮多，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我刚好玩过这么多剧本，唯独就是没有玩过这个剧本，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出具体有哪一些问题，我都是听那些其他的玩家反馈过来而已。假设有玩过这个剧本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有哪一些地方还需要更改的。17主题事件优化，这个其实也是11世纪的剧本里面有的东西，所以其他剧本的玩家不需要太担心。在提剑悍马时期，对执政官通过获得击杀积分，从而获得部队攻击力提升的增益效果页面做了显示优化。这个我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是有介绍过这个东西。只要你到了这个时期击杀特定数量的部队之后，就会提升攻击力。除此之外，还有调整了获得增益效果的数值，从原本要求200万的击杀调整变成100万的击杀，可以获得 0.1% 的部队攻击力提升。或许他们是想到并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击杀这么多的部队，所以他们就把数量调整了。联盟战勋商店优化，这个也是11世纪的，从原本每天可以兑换1000万的资源，调整为每个时期4天可以兑换4000万的资源。新时期来临时，联盟战勋商店可兑换上限将被重置，那每个时期的时间维持4天。我是觉得改跟没有改没有什么差别啦，只是原本是1天限制1000万，现在1天可以直接兑换4000万，但是要4天之后才会重置，没有像之前限制这么大而已。新增联盟战勋商店的相关教程引导，以及时期切换时商店的资源可兑换上限重置提示。像我前面所说，我没有玩过这个剧本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我有点不太确定。知道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个人指令优化也是11世纪的，针对有收益上限的个人指令，指令选择页面会显示已获得收益和收益上限，就更改显示的页面而已。修复了多劳指令，采集速度降低 50%， 但因时期主题可额外获得个人资源提升 205%， 使得处于原王国执政官无法额外获得个人资源，且降低了采集速度的问题。修复后，该指令对于原王国的执政官不再生效。优化了以战养兵的指令，将击杀重伤其他部队可获得资源，所获得每日资源200万，持续赛季结束指令中的200万变成500万。还有对部分指令文本描述优化，使其更加简单易懂。联盟指令优化，哇，又是11世纪，看来这个剧本真的是很多问题啊。除了针对联盟建筑的指令之外，其余指令发布后将会对联盟全部成员生效。获得效果的联盟成员即使离开了联盟，也将会持续生效。联盟指令冷却时间同时间对执政官生效，已获得联盟指令的执政官无法在冷却时间内再次获得联盟指令。通过指令高垒塔防建造联盟箭塔，在收到指令神圣旗帜效果时，将不会主动攻击其他执政官的城市。这个神圣旗帜的效果就是免战旗帜。当发动这个效果的时候，你这个旗帜将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所以在改了之后，你的城市也是会连带着旗帜的效果，不会受到攻击。将联盟指令烈火燎原中使地方建筑物进入燃烧状态后，可灭火前的等待时间延长20分钟，燃烧速度提升 200%， 之后会调整为等待时间延长10分钟，燃烧速度提升 25%。 以上所讲的11世纪剧本更改将会在新的11世纪剧本开启的时候才会更新。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剧本的更改呢，实在是太长了，它不应该写在这一次更新里面。我觉得他另外再开一个公告写关于这个剧本的优化会比较好。
在这一次的公告里面写得太长的话，有一些玩家可能会忽略掉了其他更新的内容，所以我是觉得应该要分开才对的。埃及之战与奥西里斯联赛相关优化，技能平衡性调整优化，暗哨这个技能将会在技能池里面移除掉，执政官无需配置就能在埃及战场中使用暗哨的技能，也就是说在调整之后，你的技能条不需要再选择这个技能了，之后这个位置可能会空出来，你可以选择更多的技能。其实我觉得早就应该要移除掉，不应该在技能条里面，他用的那个技能点数是0，他放在里面干嘛？我也是不太懂。还有暗哨这个技能最多可以储备3次使用次数，同时调整了释放暗哨技能时的通知形式。接着神策技能逻辑调整，处于远程形态的部队被神策技能转移后将会还原成原本的部队形态，对强袭、巨手、泥沼、沙暴、轨道全是技能进行了平衡性调整。刚好在刚刚官方发布的影片里面有提到这一点，所以我就直接整理了出来给大家看，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差别。首先是强袭跟巨手，那你们可以看到从原本技能点需要3点变成1点，但是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伤害降低，从原本30支部队攻击力提升 80% 变成 40%， 持续时间也从原本的300秒变成180秒，冷却时间也从原本的720秒变成360秒。狙手原本的防御力提升 50% 变成 25%， 持续时间从300秒变成180秒，冷却时间从原本的720秒变成360秒。技能点需求也从原本的3点变成1点，不过也不是全部技能点数都减少，有技能点数增加了，就比方说泥沼从原本的技能点需求3点变成4点。之前是限制特定的范围内30支部队防御力减少 50%， 然后行军速度减少 30%。在修改之后，只要特定的范围之内没有限制部队数量，防御力会减少 50%， 然后速度降低 30%， 并且治疗效果还会额外再降低 50%， 持续60秒的时间，但是冷却时间依然不变720秒。接着沙暴技能点需求从原本的4点变成3点，对30支部队造成技能伤害系数1000点，这个没有改变。但是在改版之后有增加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取消到他们隐藏效果，看得到对方的部队了，效果持续10秒，冷却时间780秒。接着轨道从原本的技能点需求4点变成3点，不过我看了一下技能描述，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它只是要求的技能点减少而已。最后一个更改的技能诠释，技能点需求没有改变，但是己方部队从原本的伤害提升 20% 变成 10%， 持续时间跟冷却时间没有改变。各位在看了这些技能的改动之后有什么想法呢？改动技能的同时，他们会增加3个新的技能。首先第一个技能火势，这个技能好像之前有出现过，后面改掉了，因为之前没有办法用远程的关系。在使用了这个技能之后，远程的普通攻击伤害、远程的技能伤害、远程的攻击范围都会提升。但是在公告里面它没有描述的特别详细啊，在官方的影片里面有提到，最多只能30支部队而已，而且是要指定的范围内。普通攻击跟技能伤害会提升 40%， 远程的攻击范围会提升 20%， 持续180秒，冷却时间600秒，要求的技能点数是2点。第二个技能叙事，这个技能其实是给采集用的，每采集3个补给品就会提升 0.1% 的技能条，最多只能采集1500个，持续时间600秒，冷却时间900秒。这个技能要针对那些联盟，他们有特意派人去采集才可以用到。第3个技能丰沛，也是获得能量点的。当这个技能触发的时候，每当你的团队获得能量点时，会额外获得 150点。如果是通过灵柩或者是其他的技能获得能量点时，将会额外再获得 50% 的能量点，持续时间300秒，冷却时间900秒。增加这个3个技能之后，联赛应该会更加精彩。这就要看他们的指挥要怎样去分配这些技能啊，要怎么去选。因为在前面那2个呢，也不是每个队伍都需要用到啊，毕竟是远程啊，有一个是要采集的。第2个技能可能会用到，不过一般都是在4强啊，在总决赛的时候会用到比较多。第3个技能实用性会比较高一点，这3个技能将会在更新之后生效。至于奥西里斯联赛将会在季后赛阶段开始就会生效。第3，埃及之战活动报名优化，报名时间从星期3开始，持续3天，原本只有1天星期5而已啊，现在变成3天。
最低报名人数调整为15人。当主力成员未满30人时，无法添加替补成员。同一个联盟内最多可报名3支队伍参与活动。这个我在之前有提到过，就是他们埃及之战要分线报名了，多个队伍报名。因为像以往一个联盟只能报名一个团队而已啊，就变成其他的玩家要跑去其他的联盟报名，会比较麻烦一点了。现在变成多线了，3条路线。在报名阶段内，盟主或者是有头衔的官员点击报名后，可以随时根据联盟实施成员调整参战名单，新增队伍指挥，负责配置并释放技能。那他这个队伍指挥是不是不需要打的，只是负责放技能而已？这个我不清楚诶。还有联赛观看啊，就是在他们打比赛的时候没有办法点开他们的技能条，看不到他们有带什么技能，这样会比较公平一点。其他优化奥林匹亚之巅 ，OK， 我已经很久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了。所以他这边更改，有玩的观众你们自己看了，我没有玩很久了，我就不看了。接着峡谷争夺战活动，通过进攻获得额外战争币，规则调整为满足1个、2个、3个首期条件，分别可获得20、50、100个战争金币。根据现在的玩法，就是看对方有多少的金币才会去进攻，一般人都是进攻100点的，有一些50点啊、30点的，大家都不会去攻击。所以在调整了之后，只要你满足条件，都可以获得100个战争金币。只要完成的条件越多，拿到的金币就会越多。联盟总动员活动中千锤百炼任务，新增通过觉醒装备取到消耗装备材料。第3赛季及征服赛季王国将会上线超值军器7日补给啊！他们又想要赚钱了。优化了装备储存功能，从原本的10个变成30个。之前有人跟我投诉过，他讲10个太少了，他拥有的装备其实有很多。而且我觉得增加数量是一回事啊，他没有一个按钮直接把我的装备全部换下来啊，这个很麻烦了。优化了铭文币宝箱开启奖励，将原本死神铭文奖励替换成洗炼石奖励。本次优化将会在版本更新7个工作日内，根据执政官铭文币宝箱的历史开启记录发放洗炼石补偿哈，我开过2个而已。优化了军器宝箱开启界面展示，优化了预备赛季和第1赛季编年史文本，但是不会影响编年史的章节任务及相关奖励。优化了伊恩之歌卡鲁拉克仪式卡鲁拉克的试炼国士无双活动以及成就政务院委托王国报纸中的卡卡鲁势力相关叙述文本，这个很重要咩？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哇，真的好长啊，好多页啊。虽然是说这一次更新新的地图，但是我真的对这一次的地图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我反而比较期待埃及之战的技能改动。还有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11世纪剧本的内容太长了，全部更新的丢在这个公告里面。我宁愿它分成2个公告来讲啊！你看我今天的影片都差不多要20分钟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复活节活动更新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